好，老师今天要带来一道呢，就是我们台湾呢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芒果。是，哇，这个爱文芒果季节到的时候真的很好吃哦。是，老师要做的是一个法式的这个芒果塔。对，其实呢，在这个法国啊，它都叫做塔。好，那在台湾的人，大家习惯就是好分辨哦，所以我们通常会讲大的叫派，小小的叫塔。所以在台湾，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塔就是这么小一个，那不，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么大一个6寸。好，那这边呢，我们先来把这个塔皮做起来哦，就派皮我们把它做起来。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准备一个调理机就行了。那这里面呢，我们现在放上来的是面粉，已经过筛好的面粉。很简单，倒进来。好。接下来呢，再倒进来的呢是糖粉，都过筛好了哈，都过筛好了。好，再接下来再倒进来的呢是杏仁粉。那在这个皮里头加一点点杏仁粉哦，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有一点这个粗粗的口感，香香的杏仁的香味。再加进来一点点的盐。好。这边呢，现在都是粉类加进来了，我们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大概打个大概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很快的哈。来，好，10秒了，差不多，好，很快速哦。那10秒钟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再加进来是冰硬的奶油，那切得碎碎的。那今天老师用的是发酵奶油。好，老师强调呢，冰硬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摩擦会升温嘛。对，你如果用室温的，等一下就会糊掉，对，会糊掉，所以要冰硬的哈。好，冰硬的哦。我们把它切好之后，称好之后，就把它摆在这个冰箱的冷冻库里面。好，然后再打个5、6秒就可以了。好了，5秒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很简单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奶油就不见了，是变成粉粉的，是粉粉的碎沙的状态哦。最后再加进来是冰冰的蛋，都要冰冰的哦，这全部都要冰冰的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打成一团，就看着现在这外头看到它是粉粉的状态，打成一团的这样的情形就可以了。现在一团了，成团就行了。真的好方便啦，很快。对，厨娘可以摸看看，好冰哦。对，冰冰的，而且完全不会粘手。那这边这个分量，我们如果做成8寸的话，就是一个大大的8寸。那如果做成6寸的话，就是2个，可以做成2个。好，那这边呢，曼曼老师就先把它分一半。那如果说大家呢，就是一次把它操作起来，然后不急着用的话呢，你可以用保鲜盒装起来，放到冷冻库里头，可以冻3个月。要用的时候随时拿下来退冰就可以用了。那因为量少少的嘛，哈，所以我们可以先烤一个，然后一个把它冰起来，是不是先入模无所谓。那这个皮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做这个小塔。就是蛋挞那种小塔哦，小小的小塔。这个模型底下呢，我们先铺一张纸，烤培纸。这样子放进去，那我们用手稍微轻轻的把它推一推，慢慢的把它推开，或者是您要用擀的，放在这个用擀面棍把它擀一擀也是可以的哈。然后擀大片一点，然后再把它再来入也可以，都可以哈，都行。那这样子在里面把它推一推就可以了。其实没有擀面棍也没有关系，轻轻的把它推开就好。在国外的观众朋友呢，如果你觉得要做这个塔皮很困难，其实我发现国外很多的超市里面都有卖现成的塔皮啦。对，现成的。但是自己做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说糖的量可以控制一下，还有呢新鲜度，我们现烤现吃是最好吃的嘛，而且最新鲜的可以选择比较健康啦，或者是香味比较足的啦。像老师今天他是选择发酵奶油嘛，那风味可能会不太一样。对，纯天然的发酵奶油，这是法式的哈。如果有考虑到这个反式脂肪酸的，是那可能建议大家还是呢选用自己比较信任的品牌的这个奶油来操作，吃起来也会比较安心哦。是，好，那我们呢现在呢就把它推进来，所以你就算没有用擀面棍擀它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推一推就可以了，让它稍微平均一下。
手掌心推一推哈。那这样推好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它冰一下，让它定型。你现在这个直接烤哦，它很容易就会鼓起来，是鼓起来，所以我们要松弛它，因为刚刚毕竟是搅拌过的哦，所以让它松弛。那在松弛之前，建议大家先打个洞，打个洞呢，以避免你烤的时候它会往上鼓。所以要进冷冻库之前先打洞，对，先打好洞，对对对，好，我们就先做一个示范一个这样，好，那我们准备一个叉子，家里头一定有叉子，好，用小叉子这样子慢慢的先打一点洞，这个洞打得多打得少无所谓哈，那打得好不好看也不是重点，因为根本就看不到，就把它打。可是这个洞要戳破吗？要戳到底。OK， 要打到底，好，那没关系。待会呢，我们烤培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做一下这个修补，对，就不会有问题的哈，不用担心。那重点是让它不要鼓起来就好了，好，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呢，我们就把它摆到冰箱的冷冻库里面去冷冻起来哦。那至少要冷冻20分钟。那但是这样做起来不急。如果说我先做起来了，不急着做，我下个礼拜才用，或者是下个月才用都可以，无所谓的，因为它可以冷冻3个月。那冷冻出来，我们要进烤箱之前，要不要先退那个变成室温，还是说直接就进去烤？直接进去烤的话，就是烤培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是要先退冰嘛。好，那我如果说我明天要吃，我明天要做，那我今天就先摆在冷藏退冰，那明天冷藏出来可以直接烤。如果冷冻下来就要退冰一下。OK， 对，那其实因为它很薄，所以就算退冰，室温退冰了不起15分钟就可以了，速度很快的。好，那我们现在这已经从冷冻库冻好了，出来了，它已经定型了。为什么要进冷冻库呢？形状比较好看，烤的时候它才不会往下缩。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烤之前，为了避免底下鼓起来，所以我们准备一张纸，烤培纸哦。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烤培纸呢，大概裁成我想要的大小，对，不用太大。我们现在准备一张纸哦，先把它对折，然后对折。但要先比一下哈，就是你的这个圆周折起来的这个大小哈，比一下它的长度。我们从中间这样对出来，大约到这里，宽度大概到这，好，到这里，那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纸先剪掉，这样子。再来大小，这个就是大概对中心。对中心点这样，把它放进来。好，那这个把它压住之后，它等一下烤的时候才不会往上鼓。那这边准备一点重石，重石就是专门在放这个烤培这个派皮的时候用的。那烤起来的派皮就会非常的平整，很漂亮。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到海边呢捡一些碎石头回来除非你捡的石头真的是很平均又很圆滚滚这是专门进烤箱用的。那这样子好了之后，我们就放进烤箱，我们第一轮先烤15到20分钟，这边边看它有一点点上色了，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哈。OK， 那我们现在就先进炉咯。OK， 好。好，我们的派皮呢，烤到边缘已经上色了，那时间大约将近20分钟，颜色真的是很漂亮。对，好，但是呢，我们为了怕那个底下鼓起来，所以呢，我们上面压了重石，所以底下是还没有上色的。那我们现在呢，要先把它上面的重石取出来。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来刷那个蛋液，对不对？对，好，那现在呢，趁热要刷。对，那因为我们刚刚打了很多的洞洞，所以我们在这洞洞上面刷上蛋液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先刷上全蛋，免得待会我们灌馅的时候，这馅就漏下去了，对，渗出去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对，然后还要再回烤，就对。对，再回烤。那这一次再回烤呢，我们就是先把它烤到这个蛋液完全干燥就可以了。那时间大约是5分钟左右就好。那这边呢，现在就再把它放进烤箱里面。那我们这一次呢，烤培时间大约是5分钟，这样上色就行了哈。好，我们已经烤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要把它从烤箱里面取出来。来看一下，哇塞，超美的！还有一个哈，其实您可以看得到，就是它如果有烤熟，它自己会有一点脱模的感觉，但是它是平的，完全是平的。那您看中间刚刚我们戳的这些洞洞就完全填平了 ，OK， 而且它不会回缩。那现在就要把它放凉哦，放凉之后呢，我们再来灌这个慕斯馅进去。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对，对不对？好，对这个慕斯的部分呢，我们今天用的是新鲜水果，就芒果，我们就把它用调理机打成那个果泥，不加水也不加糖。
好，就是原味的这个芒果泥。那这里面呢，老师现在加进来的是这个砂糖，一点点砂糖哈，就带一点点的甜味。那把它稍微搅匀一下。好，那我们呢要这个放到这个瓦斯炉上面来加热哈。那加热的温度呢，大约是60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很高。那60度的温度呢，2个功能，第一个是把糖溶解，第二个是把吉利丁融化，所以是这2个功能哦。好，那我们先放上来，小小的火，因为我们是直火加热哦。哈，如果说观众朋友们第一次操作的话，建议您可以隔水，好，隔水加热来操作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好，我们放进来，稍微把它搅拌一下。那因为这个是芒果哦，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到60度。如果说您把芒果改成凤梨，因为凤梨有很高的酵素，里面酵素的成分很多，那它会影响待会的凝固力。所以如果用的是凤梨果泥的话，就建议观众朋友们要把它煮滚，破坏酵素。好。哇，老师这个真的是重点哈！喜欢吃凤梨口味的，是想说，老师说60度是，结果呢，它里面的酵素对不会凝固，对，会影响它的凝固力。我们现在57度哦，这边准备的是一个这个红外线枪，那我们可以直接来测一下里面的温度。那如果观众朋友们家里面没有红外线枪的话，你可以用温度计，好，稍微测一下。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哈，也没关系，你就看你的糖溶解了，就可以开始冒烟，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冒烟了，冒烟就有60度了，就可以熄火了哈，这也很简单。好，那现在呢已经60度了，现在锅子里的这个温度有60度以上了哈，我们就熄火了。熄火之后，现在这边加进来是泡软的吉利丁片，那吉利丁呢，它是这个动物胶哈，那所以这个慕斯我们做起来它是荤的，是。嘿，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们您是吃素的话，就建议您把吉利丁的重量改成含甜粉，好，那把它加进来也可以。好，那这边呢，我们现在把它搅拌完就可以看到它已经融化了，很简单。好，那现在加进来一点点的，老师今天加的是干邑白兰地哦。那如果说没有干邑白兰地的话，可以加朗姆酒。一点点酒香，那都没有的话，不加也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就已经好了，很简单，对不对？搅完了，那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来把这个鲜奶油打发，这个用的是动物性鲜奶油。那我们这边呢，稍微把它打起泡就可以了哈，不需要打到像这个蛋白这么什么干性发泡什么发泡不用，我们只要起泡就可以了。底下记得一定要垫冰水，鲜奶油打发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10度以下。才打得发，对，比较不会油水分离，因为它非常的怕热哈。是，好，慢慢的把它打发来哈。好像快好了哈。对，好，可以看到它已经蓬起来了哈，然后呢，已经有这个泡泡的感觉了。这整个已经蓬起来，刚刚打之前是像鲜奶的感觉，现在已经整个都蓬起来了哦。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打鲜奶油的过程之中，老师建议您呢要随时的量温度，好，最好它控制温度是在10度以内。所以现在底下垫着冰水，我们打完是7度而已哦。那这个温度就是最理想的温度，就是我们一般在打鲜奶油呢，打发好最漂亮的温度就是7度。7度，现在要把它们2个拌在一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就是2个的温度要控制好。那现在这个呢，必须温度控制在17度。好，那现在呢，这个温度已经好了，我们要把它们2个呢做混合。那大家现在可以从画面看到，这个温度很低嘛，所以它好像已经要变果冻了哦。那这个稀的，在这个物理性来讲呢，我们这个比重不一样。这个比较稀，这个比较浓稠。那大家要记得把比较稀的这个鲜奶油拌到这个比较浓稠的这个水果馅里面，然后把它搅匀。那我们这个鲜奶油分2次加，现在加进来就会觉得它们2个的密度比较像了，是泡泡的感觉了。好，第2次再全部加进来。所以做慕斯不难，它难的是温度，把温度控制好就可以了。好，其实很简单，您看已经好了。对，那这个呢，老师这次为了这个厨娘的同学们哦，开的这个配方是2用的。现在这样子好了，我装到这个派皮里面，它就是一个水果派。是，那我把它装到杯子里面呢，放到冷冻库里头，它就变成冰淇淋。
哦，真的、啊，对，所以它可以变成冰淇淋，哦，两用的哦。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个是这个派皮哦，那它已经冷了，这已经冷了，冷了只要脱模。OK， 那我们呢，这样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刚刚底下有铺一张纸嘛，是，轻轻的这个纸一拉，好，就可以把它抽起来了，底就抽起来了，就可以把它请下来了，对，底就抽起来了。那把这个纸拿下来，哎，找一个垫子。那现在呢，这个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把这个刚才搅拌好的慕斯，来，我们就把它倒进来。那现在这个慕斯灌进来软软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冷冻库里头去冻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来上面做装饰。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happy ending 了。对，那我们已经冷冻好了哈，1个小时就可以了，它已经凝固了，所以你摸摸看，它已经定型，不会软软的，因为软软的我们的水果上去会沉进去，所以要冰一下让它定型哦。定型之后，我们现在来做装饰。当然，水果塔你可以放上去满满的都是水果，就行了哈。那我们呢，在节目上啦，我们总是要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学习一下装饰法，因为装饰可以提高这个产品的价值哦。是。好，那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打发的鲜奶油，那这里准备的是一个花嘴，这个花嘴呢底下宽，上面比较小，上面比较小，底下比较宽。好，那这个我们叫做玫瑰花的花嘴，它可以拿来挤玫瑰花用的。那我们现在拿来做边边，那就很好看了哈。好，那我们呢在挤的时候记得哦，小的这一头向外靠着派皮，大的这一头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打勾勾，用打勾勾的方式就可以了。那大约是这个派这样子算一半的位置，这里好，在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下。斜的45度角，这样我们就会跑出一个漂亮的边边。记得小的这一头向着边边，然后我往外挤。看似很简单了，不过这个真的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就手的力道控制好就可以了。你那挤到6点钟方向了，好就停下来，再来。好，这样子斜斜的。这样子，你看我的派的边边就有点感觉，好像飞起来的裙摆。这个它有一个名称叫裙摆，就像那个以前公主穿的那个衣服底下的那个裙摆。裙啊，对对，很漂亮，这很有质感。好，最后收尾，我们漂亮的边边就做出来，你会觉得质感就出来了。好，再来就要放上我们今天的主角芒果。好，很多的芒果就给它放上去，开心的把它叠上去哈。哎，自己吃的真的就是不手软。我们台湾的芒果可是世界闻名呢。是真的，台湾的水果品质都很好哦。那我们除了自己吃之外，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做成漂亮的派，无论是自己吃、节庆、送人都很棒。其实这个送礼是一门艺术哦。怎么样可以就是把我们的礼物传达到这个收礼人让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满满的心意，这很重要哦。对啊，尤其是自己手做的 handmade 的，哇，那真的是很感动哈，对不对？你看送人家这个一篮芒果，跟送一个这个芒果派。那个 feel 不一样，等级不一样，送这个比较文青啦，是诚意不一样啊，这个诚意不一样，他们把它堆得高高的，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哇塞，超美的哈！那老师这边妹妹这边准备的量，那是2颗的量哈。好，那这样子放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增加一点漂亮的颜色，我们放一点这个红醋栗。红醋栗，对，它很漂亮，真是像那个红宝石啊！尤其在这种太阳光底下好美，非常喜欢。对，我们放一点小小的装饰品，放一个小小的薄荷叶 ，OK， 这样看起来就很有质感了哈。然后我们再插上一个，还有白色。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完成，好。这个就是老师呢，今天呢要送给全球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那同样呢，今天的这个芒果塔呢，希望呢可以让大家的夏天清凉一下。是，好，那我们感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拜。